最近啊，横店那边可真是热闹，群演们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不，连铁杆小粉红刘乐言都看不下去了，在微博上发帖说群演工资简直不如去送外卖。咱们来算算这笔账，原本群演一天干8小时能拿120块，现在呢，好家伙，直接改成10小时135块，看着工资涨了15块，实际上每小时到手的钱从15块变成了13.5块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群演工会还要抽成10%，最后到手能拿多少？1小时12块钱出头，连杯奶茶都喝不起。你说这工资跟谁比？跟外卖小哥比比看，人家送外卖时薪至少20块起步，多劳多得。这群演倒好，在片场站10个小时，比演的外卖员还不如实际去送外卖赚得多。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再看看今年高校毕业生，形势更惨，1179万毕业生到处毕业即失业。光是上海，前段时间流出的数据显示，多所高校只有20%左右的学生找到工作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一个班50个人，只有10个人找到工作，剩下40个人都在躺平等机会。他们可有高招了，5个部门联手发文，说要引导大学生进入家政行业。好吗？读了4年大学，最后让你去当保姆，这不是把内卷推向新高峰吗？是不是以后招保姆也得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，35岁以下，英语6级，能做一手好菜？更让人绝望的是，明年的形势只会更糟。教育部已经放出风声，2025年毕业生人数要达到1222万，比今年又多了43万。现在大家都在说考公卷，连外卖员都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。可问题是，公务员能招几个人，外卖能送到几时？但更可悲的是什么？是年轻人连聚在一起吐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就拿郑州来说，大学生组织了个夜骑开封的活动，看着挺清新文艺吧，结果直接被当局叫停了。为啥？还不是怕年轻人聚在一起唠嗑，万一说着说着发现大家都是社会闲散人员，那还得了？看到这种状况，不少学生干脆直接弃学了。就拿广东来说，光是白云学院就有1477名新生放弃入学。学校还说这个89.08%的报到率是正常范围，这话说的是不是意味着全省都这样？别说2本3本了，就连985、211的名校也都出现学生不来报到的情况。华东师范少了8个，东华大学42个，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想奋斗了吗？错，是看不到奋斗的希望了。横店群演的遭遇就是最好的写照，你就是再能吃苦，一天干10个小时，最后到手的钱连杯奶茶都买不起。这不是内卷，这是内锤啊！现在的问题是，往上走的路越来越窄，往下走的路越来越宽。上面是考公要卷破头，中间是金融民企接连爆雷，下面连群演的工资都保不住。那请问，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？说完了年轻人的困境，咱们再来看看老百姓的日子。最近陕西前线的一出好戏，可是把大家都逗乐了。当地公安局发了个通告，说要征集中小微民企的犯罪线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要搞内部互相举报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官老爷的脑洞是真大。你说国企亏损贪腐的事儿不查，倒是把手伸向了这些苦哈哈的小微企业。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大家年底完不成任务，准备搞创收了吗？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，他明明可以直接抢的，却还要征集线索，太暖心了。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再吐槽了。你说这些小微企业本来日子就不好过，现在好了，不仅要应付市场竞争，还得防着内鬼举报，这是要把最后一点元气都给耗干啊！前线公安被网友骂惨了之后，赶紧出来辟谣，说是表述有问题，大家误解了。
可问题是，这种误解它是老百姓的集体直觉。毕竟现在地方财政普遍吃紧，不从民企身上刮油水，那从哪刮去？再说说医保这事儿，湖南那边最近闹出一个大新闻，芭蕉村发了个通知，说是谁要是不交医保费，村里就不给盖章，困难补助也别想要了，党员更是要被直接退党处理。这操作也是绝了，直接把医保自愿变成了医保必须。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湖南省政府给基层下了死命令，要求医保参保率必须保持在 95% 以上。而且这个任务还跟官员的政绩挂钩，完不成就要被追责。你说这些基层干部能不急吗？来算算这笔账，2025年湖南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400元一年，一家5、6口人就得掏2000多块钱。要知道，现在6亿中国人月收入也就1000块左右，这医保费用可不是小数目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这医保费20年涨了37倍。2003年建立新农合的时候，每人才收10块钱，现在倒好，直接飙到400了，年均增长率将近 20%。你说老百姓的工资涨了这么多吗？难怪2022年全国就减少了1705万参保人，光是居民医保就下降了2517万人。这不是老百姓不想保，实在是保不起啊。这种情况下，基层干部干脆就来硬的，不交医保，那你以后别想找村委会办事。要困难补助，对不起，没交医保就没资格。是党员不缴费就给你除名。这不是在帮老百姓，这是在逼老百姓啊！说白了，现在的问题就是上面总想着完成指标，完不成就追责，可老百姓的钱包鼓不起来，日子越过越紧，最后倒好，只能靠威胁利诱来凑数。你说这种数字好看了，但老百姓的心能服吗？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基层治理方式正在变得普遍。今天是逼你交医保费，明天可能就是逼你买理财产品，后天没准还得强制你干点别的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是在制造问题啊！所以啊，现在的情况就是年轻人找不着工作，民企战战兢兢，老百姓叫苦连天。可上面呢，照样是指标第一。这种割韭菜的招数用得这么熟练，也难怪大家都说这是掀起新一轮批斗地复返坏右的高潮啊！说句实在话，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医保费，一个就业难能说明白的，根本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蛋糕不够分了。上面还总想着用老办法去管理，结果就是基层干部变成了追债队，老百姓成了待宰羊。这样下去，怕是连韭菜都要长不出来了。说到这儿，有些聪明的朋友可能要问了，现在这情况到底是一时的还是长期的？我给大家捋一捋数据就明白了。先看就业市场，现在不光是应届生找不到工作，连原本在职的人也不断被裁员。网上流传个段子，今年的外卖骑手是去年的程序员，明年的保姆是今年的大学生。这话虽然是调侃，但说的是大实话。为啥会这样？因为整个经济在萎缩，房地产这个 GDP 支柱产业已经躺平了，每天新闻都在报道哪个开发商又爆雷了。金融行业更惨，从蚂蚁到恒大，从华夏幸福到碧桂园，一个接一个爆雷。制造业呢，产能过剩，订单不断往东南亚转移。你说年轻人能往哪儿跑？再看基层治理，前面说的前线公安征集民企犯罪线索，说白了就是年底创收。可大家想过没有，为啥今年这么多地方都在跟着创收？答案也很简单，地方财政吃紧啊。今年前10个月，全国土地出让金同比暴跌超过 20%， 光是这一项就让地方少了几万亿的收入。房地产税迟迟不敢推，其他税收也都在往下掉。
那地方政府怎么办？不就只能打土豪了吗？所以啊，从横店群演的工资被砍，到大学生被引导去当保姆，从基层逼民众交医保费，到警察盯上小微企业，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，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。经济在衰退，但维稳成本在上升。现在的情况是财政收入在下降，但维稳支出必须保证。结果就是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找钱。医保费涨37倍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有意思的是，政府部门每次出来开新闻发布会，总说形势一片大好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政府，因为他说什么，现实就是什么的反面。所以啊，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在滑坡，但政府还在硬撑，撑不住了，就只能割老百姓的韭菜。可问题是，韭菜都快割没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有人说，到时候不会真要学崇祯吧？我觉得呀，崇祯好歹还知道皇帝难当。现在倒好，上面是越来越自信，基层是越来越创新。你看那个芭蕉村，连退党这种大词都敢用了。说到底，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，不是靠几个缘起稳岗的政策就能解决的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中年人养不起孩子，老年人看不起病，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两个文件就能搞定的。可现在的做法是什么？该改革的不改革，该放开的不放开，就知道用行政手段去维稳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是在制造更大的问题啊。